首先呢，先来加热果冻蜡。在果冻蜡加热的同时啊，我们就先来处理这个模具，把它抽出来。那抽出来呢，一定要这个长度啊，一定是要比这个高度还要高哦。好，然后我们稍微把铝箔纸稍微这样子捏一下，会比较好塞进去管模里。那小心铝箔纸不要弄破了，要不然等一下蜡呢就会从破洞流出来。把它塞到管模里。那这个铝箔这样子皱皱的啊，等一下果冻蜡灌起来啊，它就会凹凹凸凸的，就会有琉璃或是水晶的效果。这样子就完成咯。等一下果冻蜡融化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。果冻蜡的熔点比较高，所以有时候它在融化的过程中会冒烟，这是正常的。那我们尽量在融化的过程中呢，不要去搅拌，要不然它会产生很多的气泡。然后把果冻蜡倒进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果冻蜡其实已经有一点稠稠了，它的流动性呢已经没有说很好了，有点缓慢。好，倒进来之后啊，我们动作要加快哦。这个里面呢，果冻蜡只有一半，你就旋转这个果冻蜡，目的呢是要让果冻蜡附着在铝箔上面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边旋转，慢慢的旋转果冻蜡，让果冻蜡呢可以扒在这个铝箔上面。你就是要让它慢慢的附着在铝箔上面，所以你在这样子转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转得慢一点，它才有办法可以附着上去。然后它像这样子流动性很好的时候啊，就表示它其实附着力就会比较低，所以我们就是慢慢转到让它温度慢慢降，它温度降下来的时候呢，就是它可以完全附着在铝箔上面的时候。要记得我们要附着在这个铝箔上面啊，不能太薄，因为之后这中间呢是要灌大豆蜡的，所以如果你太薄，大豆蜡灌进来啊，这个容器会不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里面。铝箔上面都已经附着了一层果冻蜡，那如果你不确定，就用手进去摸摸看。现在温度还有点高哦，所以你摸的时候要小心。如果你摸到的地方都软软的，那就表示你都已经有附着上去了。接下来呢，来加热这个 C3 大豆蜡。大豆蜡现在已经完全的融化喽，可以离炉喽。放凉了一阵子了，那我们现在来量一下大豆蜡的温度，79度，那可以来操作喽。那检查一下里面呢，果冻蜡呢都凉凉的，然后都已经变成固体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来操作。那在这个步骤的时候，温度很重要。因为果冻蜡的熔点大概是100度以上，也就是说，在100度以上呢，这个果冻蜡会开始融化，它一定要冷却到80度以下才可以冲进来哦，要不然外面的那个果冻蜡会被融化，就会变得很浑浊。那先上竹芯，那竹芯呢有2种，你可以用这种棉线，你也可以用已经过蜡好的竹芯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就要把大豆蜡冲进来咯。那在冲进来的时候，你要稍微看一下高度，这边铝箔纸比较矮，那边呢你就要注意一下大豆蜡不要超过了。
所以就是一边倒的时候啊，要一边看一下。哦，大概就是到这个高度，那就让这个大豆蜡放凉就好了。放凉之后就可以脱模。这里面的大豆蜡已经完全的凝固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边缘呢会有一些渗漏出来的大豆蜡，那是正常的哦，因为这个铝箔可能会有空隙。那来脱模咯。紧张的时刻来了，到底脱模之后会怎么样呢？脱模的时候要慢慢的哦，要不然那个果冻蜡会被你拉扯。哇，这个果冻蜡大家有看到吗？它就会呈现铝箔的纹路。那因为它的角度非常的多，所以折射出来的光线就会漂亮。顺利的脱模咯。要怎么把这朵花放到蜡烛体上面呢？我要准备一根锥子，然后把锥子吹热。然后沿着刚刚我们戳的那个洞，反向的再戳回去。那小心的慢慢钻哦，然后就可以把线穿进来咯。